欢迎来到乔糟咖，我是巧儿。今天呢，要跟你分享就是英式马芬 （English Muffin） 这个面包的做法。那这个食谱呢很特别，因为它是全美做英式马芬最有名的烘焙店之一，叫做 Model Bakery。它为什么会这么有名呢？是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 ，Oprah 呢有公开说这是他最喜欢的面包之一，然后让这家店呢变得非常有名。那我呢试了这个食谱之后，的确我发现超级好吃，跟我以前吃过的英式马芬完全不一样。那你做完之后呢，你可以把它搭配变成像是麦当劳的满福堡，或者是呢，我这礼拜呢常常就是跟酪梨酱一起吃，都非常好吃。那我今天呢就要跟你分享它的做法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因为材料呢很单纯，所以这个面团靠的是酵种，还有低温延长发酵时间来累积风味。第一天呢完成酵种，面粉内加入速发酵母跟水。那这个步骤呢不用机器，用手稍微拌一拌，拌到呢整体混合均匀就可以了。那这个酵种呢，你在室温发酵大概30分钟之后，就可以进冰箱，然后隔夜冷藏发酵1个晚上。那我现在呢，给你看一下我前一天做好的酵种，然后我们比较一下它们两个的差异。那冷藏发酵1个晚上之后，这个酵种呢，它的体积呢已经大了2倍以上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小气泡，就表示就是里面的酵母呢都已经非常的活跃了。第二天来做煮面团，搅拌缸内加入发酵完成的酵种、水、中筋面粉、速发酵母、盐跟橄榄油。低速搅拌呢约4分钟。然后啊，你可以看到这个马芬的面团，因为有加了酵种，其实它很快就成团了。食谱啊特别的地方就是，大部分的英式马芬啊，它其实面团不会搅拌得很完全，因为他们希望就是中间有很多就是孔洞，比较像欧式面包的口感。但这个名店他们这个做法食谱特别说，他们家是追求松软路线，所以面团呢其实是要打到就是基本上是完成的状态，所以待会是要做薄膜测试的。那我们现在呢低速打了4分钟左右，我们就用中速打6到8分钟，直到面团就是整个是完成。为了做出非常松软的组织，面团要搅拌到可以拉出3指宽的薄膜。把面团整理成圆形，这个面团手感超好的 ，Q 的。在发酵盆内喷点油，避免沾黏，然后放入面团。那一发完成了，我是用大概25、26，就是一般室温，然后发酵了1个半小时。那给你看看它现在有多大，超巨大的。那因为这个面团呢，它有加了酵种，然后在煮面团呢又有加了酵母，所以它的成长的力道是非常非常强大的。你看它底部呢，它那个发酵完有很多那种纹路，有没有？看得蛮清楚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分割
那分割的话呢，70克，70克一个。那我实验了大概3种大小，原本的食谱呢是80克，80克做出来超大，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像我们对英式马芬的大小。那我就从60克、70克、80克都试了。那后来我觉得70克呢是最刚好的，那个 size 啊，还有那个口感吃起来都很棒。分割的时候，尽量一刀切断面团，干净利落。把分好的面团排气，然后滚圆。稍微喷点水，等等呢，比较容易粘附玉米粉。先盖上一个毛巾，避免它干掉。那英式马芬呢，跟其他面包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它表面呢会撒上玉米粉。那这个玉米粉呢，就是会让它煎完之后表面有一点甜甜的感觉，还有一个颗粒感这样子。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呢，也可以用杜兰小麦粉替代。不过玉米粉呢，算是最正统的做法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在烤盘上撒上大量玉米粉，这样呢就避免面团粘黏。面团两面都要沾玉米粉哦，然后放在烤盘上的时候呢，左右稍微移动一下，确认不会粘黏。今天呢，我们总共做了15颗。那因为待会呢，我们不是用烤箱烤的，是要用煎的方式。那锅子呢没那么大，一次大概下个3颗、4颗就最多了。所以呢，一定要分成2盘。那一盘呢，我让它用比较热的温度发酵，然后另外一盘呢，我先放在冰箱，让它慢慢发酵，然后这样错开我们的时间差。所以这一盘比较多，8颗，我先放在冰箱。然后一样是准备一个干净的布。然后喷一点水，那这一盘呢，我就进发酵箱。2次发酵阶段发1个小时，那面团的膨胀力量还是很强大。第2次发酵完成了，你看这个面团非常的端。长得超大的，然后呢，我要跟大家讲怎么样判断就是2次发酵完成。判断的方式很简单，你轻压一下你的面团，那会留下一点指印，不会完全的反弹，就表示它2发完成了。那我们就可以来煎它了。那准备要煎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我们第2盘在冰箱这盘拿出来，放进室温，或者是你要放进发酵箱里面，让它开始发酵。那等你煎完这一盘呢，冰箱的这个第2盘也差不多好了。看发酵前的样子，有没有这2个差蛮多的？所以你就大概知道说，哦，那我们这个也是发到这样的，或者是用刚刚那个判断的方式。锅子预热好之后，转成中小火。这一家店呢，它的英式马芬会很有名的原因是，它是用澄清奶油来煎的，就是它的发烟点会比较高，比一般奶油高。那我这边呢，就是用那个印度的澄清奶油 ghee 来做替代，当然也可以自己做啦，就是比较麻烦一点点。然后啊，这个澄清奶油，因为我们待会是用煎的方式，所以要稍微多一点点，大概2大匙吧，一次。记得是底部朝下哦，因为不然的那个马芬会有点开花哈。底部朝下，待会才会有漂亮的表面。那每一面呢，大概煎个5到6分钟。你看，超级金黄色。翻面的时候稍微压它一下，让那个皮很脆的声音。
煎的时候远远看有点像是水煎包。另外一面呢，也差不多是5分钟到6分钟。煎的时候啊，建议大家就是火不要太大，小火，然后呢，时不时呢可以移动一下，不然有时候它锅子的受热没那么平均，可能有一部分会焦掉。那我就起锅喽，看超漂亮。那个美国的原店就 Model Bakery， 它其实的做法呢是整个是用炸的。那我在想说，大家家里面呢就是不太喜欢开油锅，所以今天的方式呢是用煎炸的方式来做。那油呢也不算太多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做起来呢，大家也觉得比较方便一点。英式马芬面包出炉，上下两面呢都有煎到金黄色，然后有玉米香气的外壳，对比内部非常松软、充满空气感的组织。有听到那咬下去咔吱咔吱的脆皮声吗？面包本身风味很足，然后带有一点点咸味，超级好吃。吃过呢就知道为什么连天后欧普拉都特别请店家空运到他家。欢迎来到本期的怪奇事件展，我的各种翻车是为了你的成功铺路。那这边呢，右边这一批你有看到呢？虽然一样的面团，可是它怎么比左边的这个矮了半截？主要就是在煎的时候啊，一开始我想说，边边呢我不想让它太上色，导致边边我就没有特别煎。结果发现呢，它会有点回缩，而且就是形状看起来没那么好看。但是一煎了侧边之后，让它整个就是膨胀起来，就会很漂亮的。所以大家在煎的时候，记得最后侧边也要让它煎一煎，然后它就会膨胀得很漂亮。既然都做了英式马芬，那就顺便做一下那个满福堡好了。那我们现在来煎个蛋，然后就尽量呢像是麦当劳的做法。那我有的是刚好是塔圈，那我就涂了一点油防粘。然后麦当劳会把它稍微弄破一点，盖锅子煎，差不多好了。小当家呢常常跟我说麦当劳的满福堡有多好吃多好吃，那我今天呢就要用这个全美最有名的英式马芬，搭配特选素材有鸡蛋、意式生火腿，再加上煎到刚刚好有点融化的 cheese， 来拼了！豪华版自制满福堡完成。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款不用烤箱，用澄清奶油煎的脆皮英式马芬。虽然呢跟传统的英式马芬做法不太一样，但是呢吃过之后完全说服我了。喜欢今天的分享，记得帮影片按赞加留言。然后稍微预告一下，这个月是我们的闲食月，所以接下来呢，继英式马芬之后，是很多人许愿过的法式咸派。以上就是本周分享，我是巧儿，我们下次见喽，ciao。